Olá, Luxy Fans! Aqui é a Aileen e este vídeo é um prato cheio de segredos de bastidores que vocês nunca viram. Vocês vão descobrir quem ria tanto que atrapalhava as cenas, a famosa Guerra das Orelhas, o desafio mais aleatório que virou competição séria na live, e se você sobreviveria ao jogo Eu Tenho e Você Não Tem. Spoiler, o elenco quase não sobreviveu, mas o melhor vem no final. Quem será o verdadeiro rei da soneca das gravações? A resposta vai te surpreender. Este vídeo tem 1 hora de pura diversão, então bora maratonar até o fim, deixar seu like e comentar quem você acha que dormiu mais. Até o próximo vídeo. Beijinho da Aileen.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要准备开始连麦了。中午好。Hello。Hello， 大家吃午饭了吗？我吃过早饭了，午饭还没吃。Hello， 瑶瑶，吃饭了没呀、你们？我吃过了。Hello， 子成。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叫我佳琪就行。佳琪，你好。Hello， 佳琪好。大家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来确认一下行程，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还是我们在人好像还没有到齐。要等等易姐吗？等宋老师来之前，我们可以先随便小聊一下，就是大家最近一直在跟观众朋友们一起追剧嘛，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追剧的感受。就是很轻松，很愉快，很清晰，对吧？OK， 我来 Q 一个小问题吧，就是我们一人先用一句话来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延禧记》。我相信看过《延禧记》的观众朋友应该已经知道，《延禧记》就是非常清晰、非常轻松，然后非常欢乐。大家看《延禧记》可以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小惊喜，对吧？然后就是快来支持我们的《延禧记》。好，瑶妹儿。我觉得《延禧记》里面就是有很多的 CP 可以磕，而且就是剧情非常的轻松欢快。而且前2天我追剧的时候，我看就是西哥有很多打戏啊，包括一些剧情环节的设计，包括易姐就是在那个船上面，就是在那个夜市里面就是击鼓的那个都很好看啊，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小巧思。陈磊老师。我觉得无论是在剧情上，还有我们的画面上，还有各位演员的演绎上，还有角色关系的变化上也很有意思。最主要还是看着很轻松，很有意思。而我自己经常会笑得一愣一愣的看的时候，因为角色都很有意思。对。好，那谷老师呢？就是《延禧记》这部剧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一个氛围，就是
你在无聊或者是在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看了《言行记》，都能够带动你的情绪，让你能够开心美好的去接着生活。然后我们因为大家刚刚都说到了，就是这个剧的氛围整体都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嘛，那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在片场的有意思的小故事吗？就是随时我觉得片场都是很欢乐的，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和导演走戏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小插曲，然后呢，其实有很多桥段都是我们临时碰出来的，并不是剧本上面有的。然后包括我们很多演员的有一些台词呀，或者说是一些小桥段，都是通过我们演员现场。Hello 易姐，好像有人到了。 Hello 好，宋老师来了。 Hello，易姐。 Hello 易姐。好，那好，那我们人来齐了，我们这个电子吃瓜局就正式开始了。首先请各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从罗老师先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云熙，我在《言行记》当中饰演脸盲心明的总捕雅思大总捕江心白。大家好。然后呢，我是以扫清天下鬼草为己任，还天下一片清明。好，宋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宋轶，我在《言行记》里面饰演严南星。好，陈瑶老师。嗨，大家好，我是陈瑶，我在《言行记》里面饰演的是岳江郡主江苏罗，然后同时他也是就是第一任祭酒大人。陈磊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程磊，然后我在剧中饰演的是精卫大统领张培黎。谷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谷子成，在剧中饰演的是勤工俭学的柳若仙。相信大家也对各位老师的角色有非常深的了解了，我们就来直接进入问答环节，然后也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些他们最近在追剧过程中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首先就是先有几个集体问题准备给大家，就是想请各位分别用一句话来描述自己与现场的其他几位演员的关系。好，先从罗云熙老师开始吧。和其他几位演员的关系啊，那先说宋老师吧。我和易姐饰演的严南星呢，其实是一对一开局就闪婚，对吧？然后后面呢，因为两个人一起经历了许多故事，然后才彼此真正的打开心扉的并友吧。然后呢，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虽然还是挺不容易的，对吧？但是呢，最终我觉得结局是美好的。然后我和陈瑶饰演的江苏罗在剧中其实是兄妹，然后陈瑶是我的妹妹嘛，但是呢，因为江心白他脸盲，总是认不出来妹妹，所以两个人之间还是产生了不少的误会。但其实呢，是一对还是彼此都互相关心的这么一对好兄妹。对，然后和程磊饰演的伤别离呢，其实在剧中可以算是相爱相杀的职场关系吧，对吧？然后我觉得一个是情绪比较稳定，一个是一见面就开始掐架，然后比较暴躁的那种，然后可以算得上是还蛮有看点的这么一对，其实后期可以算是好搭档。对，然后我和谷子成饰演的柳若谦呢，其实是在鬼市查案的时候认识的，但是后来呢又变成了严南星店里的店小二，然后呢又阴差阳错的变成了我的妹夫，这还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关系还是挺奇妙的，听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关系。好，那宋轶老师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其实我跟剧中所有人的人物关系是都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非常的错综复杂。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了所有跟所有人的关系。好，那接下来陈瑶老师来
回应一下吧。刚刚好像你哥也说了很多你们俩兄妹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江苏罗和就是哥哥江心白的关系就是那种，欢喜冤家，然后也是有一点点互相伤害的一对，就是互相伤害，但是又其实彼此相爱彼此激励，然后又有那个就是兄妹之间的那种关怀的爱意的那种，也是很复杂的兄妹关系。然后和陈磊饰演的商别离，其实就我们俩算是蓝颜知己，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对付江心白。你只要在一起就会聊江心白。够了。对，因为我们俩只要在一起，就是暗搓搓的，就是在各种构思要怎么去，就是比下江心白，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后期和严南星也是有给他们制造一些障碍，然后和小谷饰演的柳若谦，其实就是他是一个一直在打破江苏罗常规的一个存在，然后是从天而降的奇缘，然后一直在打破他自己内心的一些底线，带给他新鲜感的这么一个男生，然后和易姐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江苏罗他很欣赏就是易姐饰演的角色，就是嫂嫂，然后其实心里是欣赏的，但是呢又有一点点觉得他抢了哥哥的宠爱，有一点小小的比较，对，也是很复杂的关系。对对对，但还是心里面还是很认可他们俩的，很磕的。最大 CP 粉头出现了。对对对。陈磊老师。首先我跟江心白是，就像西哥说的相爱相杀吧，然后亦敌亦友，然后而且在期间反复横跳，就是因为一些事情又有，因为一些事情又敌对，反正很精彩。然后反正我有多凶，后面就会有多怂，你就等着看吧。然后跟严南星呢他是我的救援恩人，对，因为其实我没戴面具，大家可能看到这都知道了，是因为没有鼻子。然后我的鼻子呢是严南星帮我治好的，对，所以是属于我的救援人。然后跟梭罗就是八卦二人组吧。就是在一起会一直聊江心白嘛，然后但是其实也是像那种义兄妹，就是其实我也会把他当妹妹，他会把我当哥哥那种。然后子成就是属于亲属的同事吧。因为我跟他的对手戏确实不多，对，跟塞尔的戏多，因为他们来在同一个工作场合，对。你刚刚说跟子成的关系说，谷老师特别期待的看着你，然后你说同事吧。没有，我们私底下聊天还是很好玩的，很好。但是我是角色上确实没有太多的交流。我跟子成理解。好，那谷老师呢？我主要我跟西哥一开始在鬼市认识的时候，其实他是有对我怀疑的，然后慢慢的我进入了花想容以后，然后接触了其他人以后，慢慢的我就变好了，然后最后才成为了一家人。然后我在易姐那儿，他是我的老板，我的特别好的老板。我一开始赚钱从鬼市离开以后，我要勤工俭学读书，就直接到了花小荣那儿。一开始是不收男生的嘛，只招女工，但是最后还是硬闯了进去。然后我跟梭罗就是每一次相遇都是机缘巧合，但是每一步都能够让我更加的能够认识到他的另外一面，每一面都不一样，不管是他是郡主祭酒也好，还是包括是江心白的妹妹，这每一次的遇见都能够让我看到他不一样的一面。然后我跟磊哥其实是主要关系都在塞尔那儿，就是我们虽然面对面的戏很少，但是每次提到商大哥就是都是跟塞尔聊天，
Sam 每次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就给他支招。是的，是的你。也是军师。好，相信大家听完这些之后，已经非常能对我们《言情记》后续的剧情也非常期待了，因为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小小的剧透出现嘛。那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印象或者说播出之后，我们有跟观众一起追剧嘛？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哪一场呢？还是先从罗老师开始吧。印象深刻的戏，其实我觉得有好多场吧。比较欢乐的戏，其实就是和印小天儿老师那场，我和其实算是和严南星的第二次大婚的那天晚上，然后印小天儿老师的表演实在是特别的有意思。对，然后包括和王承思老师在那个画舫上的那场戏，其实也蛮有意思。现场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大家都是在即兴的创作一些梗，然后有一些即兴的表演，然后现场都是蛮欢乐的。对，然后其实还有比较深刻的一场戏，就是我去救严南星的那场戏。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江心白特别的帅，然后特别的有魅力，然后也挺感动的。对，因为你刚刚提到了易小星和王承思老师嘛，我就顺便问一下，因为现在有网上说你们是心心相印，就是江心白和严南星中间夹了一个印小天。他是我们一家人，天儿哥是我们一家人。对，所以就也想让你给观众分享一下，在拍那场戏的时候感受是什么样的。就印小天老师特别放得开，你知道吗？就一点都不生疏。对，然后直接上来就说：“哎，导演，那我这么演哦，然后你看行不行？”就是那种，然后就又有严南星的那种女生的娇媚，然后又有他作为就是男生的那种糙汉的那种感觉，然后你想想看，又是在洞房花烛夜的晚上，然后那种反差感就特别的奇妙。对，然后其实我全程都是在憋笑，我感觉好像我就当时实拍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都能看出来我是在有一点憋笑，因为实在是太搞笑了。就需要很强的信念感。对，非常强的信念感啊。然后就总之，我觉得印小天老师确实是特别厉害，就包括他作为严南星的其他的一些戏，就不仅仅是在洞房花烛夜的那天晚上的戏，还有他其他的一些戏，都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在旁边也有在看嘛，然后观察。对，看尹小天老师的这个表演，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棒很棒。然后你在船上跟王承思老师那场戏，其实大家也很喜欢嘛，就是那场戏好像拍的时候是不是有类似的感受？其实就是因为还蛮辛苦的，因为你想看看，就王承思老师一直泡在那个河里边，他是真的泡在里边，然后其实不是像大家看的就泡了那么一小会儿，然后他是真的就是全景、中景、近景都是泡在那个水里，然后其实还真的是蛮辛苦的，但是呢，就是非常的敬业，然后呢也完全不会把他自己的那种难受，然后体现出来，还是非常生动活泼的表演，然后就是带给片场所有工作人员以及演员的欢乐，对，然后就特别的敬业。然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说是正反打，就是同时拍摄，就王承思老师他那边是单独拍摄，我这边也是单独拍摄，所以说呢，就是先拍的他那边，然后我就看了他的表演之后，然后我才知道，拍我这边的时候，就应该怎么？这个不对，不是这样子的，你又滚下来了，然后这个东西又不能这么用，然后就其实还蛮有意思。每一部戏的出现都离不开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好，包括那一句叫做什么“姑娘你没事儿吧”，这也都是现场那个。我看现在有很多人玩这个梗，“姑娘你没事儿吧”这个梗。对，都是现场加的，即兴的是吧？对，即兴的。那我们刚刚说到印象深刻的一场戏嘛，请宋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大概在剧里变身了9次，然后其实每一次都是另外的演员老师来演，所以其实每一次对我来说印象都挺深刻。
但是比较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很特别的是，跟温峥嵘老师，因为在差不多10年前吧，还是11年前，然后温峥嵘老师演过我的妈妈，然后这次演我婆婆嘛，就觉得我们见面第一场戏就是那个扯头发那场戏，就是我们俩在桌子上打架，然后互相扯头发，就觉得就是还挺有缘分，然后也挺特别的。原来那场戏是第一场拍的呀？是对，是第一天拍的，是我们就是10年之后再见面第一天拍的。就是当时拍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大家分享吗？就是那场戏本身对我来说很有意思。就是之前需要做一些心理建设吗？就是你们俩之前有做一些提前的什么准备工作？不用，因为我们其实虽然说10年都没有见，但是其实我们在10年前很熟，就是那种感受，然后那种磁场，其实我觉得完全不需要任何的预热，就见面之后就是很亲近的感觉，然后一下子就可以很快的进入到那个戏里面去。啊，好，那陈瑶老师分享一下。我觉得我每次拍就是在岳江王府的场景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其实都特别能闹腾，就是对，就是我们拍戏的过程当中就很欢乐，因为就是王女妈妈她就是也是那种在家里面其实是众星捧月的一个存在，然后呢。有一场戏，我不知道大家看花絮有没有看到，就是江心白打着一把伞，然后我们一家人全都在后面，就跟过关斩将一样的往前去推进，要去哄妈妈。那一场戏就是会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就是我们都躲在哥哥的背后，就包括爸爸，然后外祖父，我们都是躲在背后一直往前的。但是其实拍完那一场戏，我们线下休息的时候，又是另外的一种氛围，就是很和谐。因为当时就是西哥和就是爸爸他们就会在现场会唱《铁血丹心》吧，是吧？对，然后我们其他人就在旁边，就是感觉跟粉丝一样，然后我们大家就会就是听他们唱，特别投入，就很开心那个现场的氛围，好，那陈伟老师，我是因为我印象深刻的戏也很多，然后因为我需要穿那个盔甲，所以每一次穿上那个盔甲，我其实都觉得挺深刻的，因为那时候很热，重吗？然后那个盔甲是一片片镶上去很重，但是还好都能承受，就是会比较热。那印象深刻关于吃，是因为后期跟塞尔在一起之后，他会很喜欢做菜，然后我们每次在饭桌上呢，有很多及时创作的一些喜剧的点，我觉得蛮有意思、蛮好玩的。然后每次拍饭桌上的戏就会觉得很欢乐，对。然后我还因为那个吃了折耳根，因为我平时其实没有那么爱吃折耳根吧，然后那一场戏就吃了之后，我就他演一个吐的反应，我就很真实的给了一下反胃的反应。但就是第一次吃吗？啊，第一次吃吗？折耳根好像不是，以前稍微尝过一点，但没咽下去。然后那一次就是吃了，对，完全不用表演的真实反应。对，没有对折耳根有别的意思啊，是凉拌的。你喜欢吃吗，陈瑶老师？我看你很好奇的样子。你喜欢吃？对，因为我蛮喜欢吃的。哎，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就是特别不愿意吃折耳根？不愿意吃折耳根，我也愿意吃折耳根。我觉得折耳根很神奇的一点是，它凉拌吃起来的口感跟它榨汁是完全不一样。然后榨汁应该有点难。然后喝下去的时候还有一点回甘，就是还甜甜的。我觉得折耳根榨还挺适合。怎么大家都那么能接受折耳根？其实折耳根它算是川渝的一个特色菜哈。哦，对，云贵川会比较能接受。可以一场针对折耳根的大 PK。好，那子成老师也来分享一下吧。我是先觉得大家所有一起的那些戏肯定是特别有意思的，大家在现场很欢乐。但我记得有一场是我单独跟苏罗在一个城墙上的那个，我们俩需要对着下面骂街，但是主要是那大晚上的就算了，
对着下面骂的时候，下面有人，但是我们又不认识，骂不完就是得下面是躲。隔壁剧组在拍戏，好对，像。就是有另外一个组在那个城墙下面那一头在那边拍，我们要就是也不知道是哪个组，就对着下面在那狂骂，骂完了就往下躲。没有人来找你们麻烦吧？主要是那个梭罗的那个性格又不是那种会轻易骂人的，然后我就得带着他一起吼，两个人就越吼越起劲，就对着下面一直骂。可以，也是需要很强的心理建设才能做这样的事情。对，怕也怕影响到他们。好，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各位关于爱情的问题，因为其实剧里面，江心白和叶南星是，就像刚刚罗老师说的是病友嘛，然后包括剧里面其实也有说他们是同一种人，那其实也反映了一种就是一种爱情的观念吧，就是说，看心不看脸嘛，然后也想就是问一下各位老师对于自己在剧中的这个爱情观是怎么理解的，然后就是还是先问一下罗老师。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江心白和严南星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各自带着各自的一些目的吧，然后接近彼此，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种就是因为我们要达成自己的一个目标，然后才第一次大婚，但是通过一定时间的了解，给予彼此的一定的空间之后，然后慢慢的向彼此敞开了心扉，给予了彼此信任感，然后留给了彼此自己的空间，然后觉得通过这种相处之后，用自己的真诚去打动了彼此，我觉得这是就是我觉得对于江心白来说，就是他的爱情观还是要通过慢慢的相处，慢慢的沟通，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进化，而不是说那种哇，因为他本来也是看不见脸嘛，他就是必须得通过两个人的相处，对他来说可能就没有那种所谓的一见钟情，他的爱情观肯定就是细水长流的，一定要真正的信任彼此了，然后解开误会了，然后细水长流才是真正的爱，我觉得这个是江心白的一种爱情观吧。好，宋轶老师呢？其实也差不多，但我觉得可能严南星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是比较直球式的表达方式，就是他表达喜欢或者不喜欢或者认可，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直球，我觉得他是那种直球式的表达爱的方式，就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跟张新白可能不太一样，张新白他是比较谨慎，他很严谨，然后他会想的很多，当然可能跟他脸盲有关系啊，就是他会前面的时候会到再见面的安全感，很有勇气的一个人，严南星。可以，感觉勇气是爱情的必备的法宝。好，那陈瑶老师呢？我觉得江苏罗的爱情观就是，就真爱可以抵挡万难，然后就是只要他爱这个人，喜欢这个人，我觉得他眼前的所有一切的问题都不会成为问题，不管是身份，或者是流言蜚语，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除了他不爱，除了这个男生，就是比如说，除了柳若谦他不爱梭罗这一点以外，其他的都不会是问题的这一种。我觉得他很勇敢。好，那陈雷老师。我觉得商别离是一个其实看似外放，其实是一个很内敛的人吧。然后他以前的一种看起来暴躁的方式，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吧。然后大部分人都会顺应那个模式，是会觉得远离他一点吧，或者说反而就把人拒之门外了。反而是塞尔这种所谓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吧，然后突然在你面前咋咋呼呼，比你更咋呼，然后一下其实就能够把就是商别离打回原形了。所以他其实是需要
一个主动闯进他世界的人的，所以后期他也慢慢的做回了自己啊，然后因为各位朋友，然后对变好。好，子成老师。我觉得其实爱情观就是一定你喜欢和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定得去坚定的选择他。只有你自己内心足够坚定了，这份爱情才能够稳定。如果你连你自己对这份爱情都不够坚定的话，那别人眼里看来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关系没那么稳定。所以就是你坚定的选择了对方，然后对方也感受到了这种爱意，你们在一起排除万难的那种感觉。对，一定得是双向的坚定的选择对方。那既然我们聊到爱情观了嘛，然后就也顺着想让大家分享一下，在剧里面跟自己的 CP 在那个发展的过程中有发生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也好，或者说伤心的、遗憾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跟自己的 CP 相处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好，那从罗老师开始吧。就是我觉得，因为严南星他的这个特质吧，就是每到月圆癸水的时候，然后就会变身的这个特质，就感觉和严南星谈恋爱就像开盲盒吧，对吧？动不动哪天不知道就变成每天都不一样。什么样，然后就会有很大的惊喜感，然后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未知的这种不管是惊喜也好，还是惊讶也好，啊。我觉得有很多新鲜感。对，是的。然后呢，就像严南星也说了，他就是那种比较直球式的嘛，所以说就是两个人不会有那种就是所谓的那种哦，又搞这样的误会了，又搞那样的误会了，反正就是有什么事儿我们就说出来，就不会有那种不开口说话的情况。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觉得两个人特别有缘，是因为他们两个其实从小就结缘了。包括严南星的这个病，以及江心白的这个脸盲，其实都是因为小时候的一次事故所造成的。所以就是他们从小时候其实就注定了两个人是有一段非常奇妙的故事的。两个人就是从小就注定了分不开，长大了一定会，通过对方去化解自己的一些长时间线的一个目标，比如说像严南星他的变身，对吧？其实他一直要找的小哥哥就是，哦，这算不算是剧透啊？可以小小剧透一丢丢。对，还没说出来嘛，都是你们自己猜出来的，没问题，是吧？就是两个人其实从小就有羁绊了，好，那宋毅老师呢，回应一下关于盲盒的问题。盲盒，我觉得盲盒还蛮好的，就是在江心白就是审美疲劳的时候，就可以给他一点新鲜的刺激，就换了。其实我觉得，以严南他那种，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就是他，从小就伴随了这种，可以算是病痛和伤痛一起吧。然后他就因为他这个变身的这个问题，他很难交到朋友，因为他很害怕别人觉得他是怪物。然后直到遇到江心白之后，他们一开始其实是一个互惠互利的战友关系而结盟，然后到慢慢相爱在一起。其实越到后面，然后严南星越在乎江心白的感受，然后越觉得这个人是自己的爱人，他会越在意他对自己的一些感官，他会更就觉得自己变身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爱一个人，你越在意他，然后越爱他，你就会越在意自己在他面前呈现的形式。所以其实到了后期的时候，这个事情除了给他自己带来伤痛以外，其实对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在严南星心里也是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对，好，那陈瑶老师分享一下。我和柳若谦在相处的时候，就是后续可能我们俩的距离会更近一点点吧，就是我们俩会成为另外一种雇佣关系，对，也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剧透吧，算不算？
他可能会成为我的带引号的丫鬟。可以，感觉是很值得期待的剧透了。对对对，还挺有趣的。好，陈磊老师。我就是还债呗，就是之前吼了多少人，以后每天就要被人吼多少次，我感觉是，因为来了一个比上贝利更暴躁的人，然后就挺有意思的，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对，从那么暴躁的一个人变成什么都听的一个人。有人说你是京城小辣椒。京城小辣椒。回应一下。还不够辣吧？毕竟还有更辣的。好，那子成老师。就像刚刚说的，刘若轩他一定得打多份工，主要是他又多了一个老板。我看有很多人说你是一个，就是刘若轩剧里面是一个非常乐观、自信、开朗的人嘛，就是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乐观自信的秘诀嘛，就是怎么才能够每天都笑对生活。那遇到不高兴的事儿怎么办？所有事情，那就自己待着，肯定就不会让别人看见了。所以是小太阳。让别人看见的都是你，对，你都是笑脸面对所有人。好。那我们的问答环节就这样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打起精神，我们要迎来。Nossa, gente, tentei por uns 4 dias seguidos arrumar a legenda para deixar em 1 hora esse vídeo, porque eu não queria dividir, mas o meu computador não aguentou. E aí ele sumia com os pedaços da legenda. Aí, para não atrapalhar, né, eu vou dividir em 2 de novo, tá bom? Mas fica aí, que agora a parte 2 é mais engraçada ainda. Beijinho!